单说幂律有些抽象，它是统计学的一个概念，表现为两个量之间呈幂次方函数关系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幂律思维，我们得先从正态分布和幂律分布说起。假设有1000个人统计平均身高是1.7米，然后姚明来了，说一起统计吧。他身高2.26米，这样算下来平均身高变成1.71米，也就是仅仅提高了1厘米，对均值影响不大。另一种情况，有1000个人统计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假设是10万块钱。这个时候马云来了，说也算我一个吧。再平均一下，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变成了1个亿。这个时候估计这1000人要骂脏话了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在这两种情况下，统计平均身高是合理的，但是统计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没有参考价值了，因为真实的情况被少数特例篡改了。这两种模型就是典型的正态分布和幂律分布。在正态分布中，比如身高，绝大多数人是处在中间段，像姚明一样高的人不多，像武大郎一样矮的人也不多，而且最高与最低的差值不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平均才有意义，能反映真实情况。这个模型中间高两边低，有点像一座山峰。但在幂律分布中，比如财富，这是赢家通吃的局面，20%的人掌握了80%的财富，而且最富的人与最穷的人的财富差值大到不敢想象。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代表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，强者越来越强，弱者越来越弱。你会发现，我们熟知的马太效应、长尾理论、帕雷托法则都是它的实际表现。两种模型放大来看，它们所展现的就是当今社会的两种现状，大到商业规律，小到个人发展。社会的方方面面仿佛被这两套系统无形地操控着。物理学家艾伯特·拉斯洛·巴拉巴西在他的著作《链接和爆发》中也提到过，世界由2个法则构成，一个是高斯法则呈正态分布，另一个是幂律法则呈幂律分布。你可能会觉得夸张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正态分布的表现。在消费市场中，大部分产品的品质都是比较一般的，不好也不坏，品质好的产品只有一小部分，而品质差的不能用的也不多见。销售情况也是一样，品质一般的往往是卖的最多的，品质好的和品质坏的销量都比较少。在一些行业中，比如滴滴司机或者外卖骑手，每个人的时间有限，最多24小时不间断拉人送餐，但大多数都是正常的作息，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消极怠工的。这里面每个区间的人数拿到的报酬也呈正态分布。幂律分布就更常见了。从0到1这本书提到，在创投领域中，很可能回报最丰厚的那家公司，比剩下的全部公司的总和还多。同样，第二丰厚的公司则比它后面全部公司的总和还多。在 App 应用市场也是一样，前1%的公司占据了前70%的下载量和94%的收入，而剩余99%的公司只能争夺那30%的下载量和6%的收入。那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正态分布，什么样的事情会呈幂律分布呢？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概念，边际成本。通俗来讲，就是你每多一份产出，就必须要多付出的投入。比如你是一个理发师，你给一个人理发需要1个小时，一天即便不吃不喝不睡觉，也只能给24个人理发。再有人的话，就只能去对面理发店了。这个时候你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，不会随产出增加而逐渐降低，所以发展是有上限的。在这样的行业中，市场就会很分散，谁都能分一杯羹，那么这个行业就会呈现正态分布，赚大钱的人不多，亏大钱的人也不多，大部分都趋近于平均数。在公司上班的白领也是一样，你每多赚1块钱的工资，就得多付出相应的劳动，所以大部分是处于中间平均位置的，既不能大富大贵，也不会穷到沦落街头。而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，你开发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付费 APP，1万个人下载跟100万个人下载，你的收益翻了100倍，但是投入没有增加，也就是边际成本几乎是0。在这样的行业中，市场就会非常集中，只要一家公司过了引爆点，就会出现赢家通吃，甚至形成垄断局面。这种情况在互联网行业最为常见。国内搜索引擎百度占据了70%的份额，电商行业阿里占据了近1半的份额。视野拉回到我们自身，为什么每天加班爆肝也不会升职加薪？为什么辛苦做生意也没有发大财？因为你采用的是正态分布模型，边际成本不趋近于0，你的上限就是可见的。你想获得更多的收入，就必须要增加相应的投入，等到没有办法增加投入的时候，收入也就停止了。这个成长轨迹很可能是线性的。可能有小伙伴会说，我朋友小王工作几年就做了高管，这怎么解释？很好解释，我们要从整体角度去看问题，而不是用特殊个例以偏概全。整体代表了概率，个例就是思维偏见。当然，人人都想像小王一样升职加薪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，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模式，把正态分布模型转变为幂律分布模型。还拿上班来说，大部分人的思维是给多少钱做多少事儿，做多了也不会多给钱，而且做得多错得多，这不是找不自在吗？又或者基建类工作，滴滴司机、外卖骑手、流水线员工，我拼了命的做，报酬多50%就到头了，还不如自己支配时间精力，够养家糊口就行了。
那密律分布模型的成长轨迹是什么样的呢？举个例子，小王来到一家公司，他认真好学，完成分内的事之外，还经常向领导和其他同事请教，甚至主动分担一些工作，专业能力、学习能力、执行力都很优秀。很快他对项目流程驾轻就熟，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出优化方案，再然后他学会了站在领导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，这些都被领导看在眼里。此时的他正不断接近密律分布的引爆点，机会来的时候，升职加薪的人自然非他莫属了。小王是个例，我们要透过小王来看站在密律分布顶端的人的普遍特质。这里总结了4个要点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1、合理配置资源，抓住关键要务。20%的富人拥有80%的财富，20%的访客贡献了网站80%的点击，20%的关键因素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这20%的关键要务，然后将自己80%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来。跟投资有点像，股神巴菲特投资了众多公司，但是他挣的绝大部分钱都来自于重仓的少数几只股票而已。凡事都有轻重缓急之分，这里又要提到时间管理4象限了。我们80%的精力都需要放在重要的事情上，不重要的事情尽量减少精力和关注。如果我们精力平均分配，那得到的结果往往也是个平均值，又落入正态分布的怪圈。2、提升思维高度，长远看发展。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小伙伴们都知道，上班挣钱是重要的，但由于思维的局限，人们的目光很容易忽略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。比如普通人的思维就是给钱干活，多给多干，少给少干，不给不干。但是上面的小王不断请教，提升能力，维护关系，优化方案，这些事情眼下并不能带来更高的收入，但是长远来看对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，所以这些就是很重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事情。心理学上有个时间贴现的概念，是指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对事情重要性的感知是下降的，所以只有把眼光放长远，才能克服时间贴现，逃离稀缺陷阱，用真正重要的事情来提升自己，逐渐拉开差距。3、不断精进自己，趋近引爆点。在密律分布下，我们努力的目的就是不断趋近引爆点，机会来了，顺其自然的爆发，而这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实现。学习就是一个重要但容易忽视的事情。很多人觉得学习无用，因为短期看不到实际效果，但学习也是符合密律分布的。我们听的课、看的书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思维方式，提高认知能力，强化专业技能，而这些也会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好地做出决策和处理问题。你看，有些人年纪轻轻，思想境界和认知水平远超常人，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他们通过学习站在了引爆点。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而这个准备就是看你是否已经处在引爆点。4、深谙边际成本，增加被动收入。如何才能让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呢？或者哪些事情既可以提高产出，还不用投入成本呢？之前一段时间斜杠青年被动收入比较热议，而被动收入就是我们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，可以自动获得的收入。有点像不劳而获，但在不劳而获之前，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劳动和积累。上班挣钱很明显不是被动收入，因为你一天不干活，老板就不会给你发工资。被动收入也是获得财务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哪些才是被动收入呢？比如你是个包租婆，租金就是被动收入；比如你写了本书，版税就是被动收入；再比如你建了一个 blog， 访问量还不错，网页广告就是被动收入。还有哪些被动收入？欢迎小伙伴们补充。将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事情上，不断精进，让自己趋近引爆点，静待机会，同时降低自己的边际成本。如果上述4条你都可以做得很好，那你必将成为少数最有价值的头部赢家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